别于其他地区运用泡打粉来制作发糕，金门的发糕是运用到地瓜及酵母发酵的方式来制作发糕。金门的发糕又叫碰桂，吃过的人几乎都对金门发糕的独特美味感到惊为天人。到底这款越吃越顺口的金门地瓜发糕要如何制作呢？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先来介绍一下里面非常重要的材料地瓜。因为金门当地运用的是白地瓜，我们在别的地区很难取得，所以我们用黄地瓜或者是红地瓜来取代也没有问题。我现在影片当中在削的就是红地瓜，运用红地瓜搭配红砂糖或者是黑糖，做出来的颜色就会偏向台式的发糕。因为金门当地的地瓜是白地瓜，所以做出来的地瓜发糕是呈现米白色的，可能要用到台湾本岛的黄地瓜搭配白砂糖做出来的颜色才会比较相近哦。那我们来备料了，我们准备的有去皮的地瓜450公克，看你想要让你的发糕呈现什么样的颜色，你就用不同品种颜色的地瓜。因为要先把这个地瓜蒸熟，所以看你是要切成块状，或者是刨成丝，甚至是切片了都可以。我们把蒸软蒸透的地瓜连带的汤汁趁热拌入250公克的砂糖，记得选择的地瓜跟砂糖的组合跟你要呈现发糕的颜色有密切的关系哦。如果要接近正统金门发糕的颜色，记得要用黄地瓜搭配白砂糖。另外我们准备水200公克，速发酵母2小匙大约10公克，低筋面粉600公克。如果喜欢略带松的口感，可以把150公克的低筋面粉用再来米粉取代。盐4公克，盐的用途只是为了减低甜腻感。最后我们加入已经拌入砂糖放凉的地瓜泥，记得一定要放凉哦，否则会影响酵母的发酵。我今天用桌上型的搅拌机来搅拌，你可以用面包机、美善品或者是任何可以搅拌的机器，或是用手也可以。先用低速揉到没有粉的状态，之后再改中速揉个3-5分钟就可以。完成的面团呢是属于非常湿黏的版本，大概比面包的面团再更黏一些些。我们就把表面密封一下，准备要来发酵一下面团。大概室温30度上下是最适合发酵的。最近台湾的气温真的很低，所以呢我们要仿制一个环境，只要利用没有启动的微波炉或是烤箱，里面放入一杯热开水，这样子就可以创造出一个适合发酵的环境咯。如果是使用我这台水波炉的朋友，你可以启动发酵箱的功能，温度设定摄氏30度，大概放置2到3个小时哦。只要整个面团膨胀成2倍大左右就可以了。发酵好的面团我们要准备来分割它咯。之前有提过，这是一款湿度非常高的面团，非常的粘手，所以在分割整形的时候要运用一些小技巧。金门当地的朋友在重大日子节庆时会制作蒸笼大小的发糕，表示大发兴旺，所以我也来做个蒸笼大小的。在蒸笼的底部呢，我们放上一张防粘黏的烘焙纸。没有烘焙纸的朋友呢，可以在容器当中抹些许的食用油，但老实说还是要运用烘焙纸才能彻底的防粘。不过还好，就算有些粘黏，泡一下水也非常好清洗，不需特别排气，你可以直接把面团切瓜放入你所选的容器当中。记得要填入大约9分满，等一下发糕用大火蒸才会爆发的漂亮哦。我这个影片大概只装了7-8分满，如果再装得更满一些，应该会爆得更漂亮。有厨房专用手套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手套上面抹一点油，用这样的方式来装填面团。这个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方式，就是在消毒好的桌面上撒上适量防粘黏的手粉，稍稍的整形成长条的面团，切割成放入容器的大小。
片当中大概只有7、8分满还不够哦，我们要填到9分满才会发得漂亮哦。我们再移至温暖的角落，静置约30分钟，做2次的发酵。发酵完成准备蒸之前，我们在发糕的表面剪上一个十字的花口，这个动作能够有效地帮助发糕发得更漂亮。我刻意放2个没有剪花口的，大家等一下看看会变怎么样。我先示范一个用传统电锅来蒸的方式，先在电锅的外锅加入3米杯左右的水，可以用热水，加热的速度会快很多。记得要等到确定水大滚之后才能架上蒸笼哦。蒸发糕水大滚是成功的重要关键，立刻的盖上盖子，中途绝对不要开盖。用直火加热的方式来蒸煮也完全的相同，因为要蒸40到50分钟，所以水量尽量要够。我大概放了1500cc 的水，然后整个过程都用旺火足气来蒸它。到底今年发不发？我们来揭晓了！耶！来宾请掌声鼓励鼓励。地瓜发糕大成功！我们再来看看传统电锅这一边的。因为盖子比较低哦，我找不到适当的盖子，所以其中一个整个被压扁了。另外这个没有剪十字花口的就没有办法爆开的很漂亮。运用水波炉的蒸汽功能，因为蒸汽太温柔了，所以也没有办法很完美。另外做个小提醒，如果担心发糕的外表滴到水蒸气的话，可以使用竹制的蒸笼，或者是在锅盖上面包裹一层棉布，就可避免弄湿发糕的外表咯。这个就是今天为大家分享的金门地瓜发糕的制作方式。还喜欢今天的分享吗？别忘了按下 like 给 Vivian 支持鼓励哦。也祝福所有的朋友们，新的一年就像今天这个地瓜发糕一样，一路发，好运旺旺来哦。梦幻厨房在我家，我们下次见，拜拜。